类子膜就很好写触控笔。安妞，我是桑宁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只需要 Apple Pencil 1/5的触控笔，它就是来自台湾专业触控笔的品牌瑞纳色。或许你没有听过，因为它之前重心都是在海外市场，在海外的亚马逊就是一个很热销的触控笔品牌。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在台湾贩售了。那这次收到的是之前有放那个短影片的 A1 触控笔，它的笔芯真的非常特别，是日本制的类质感笔芯，主打书写专用触控笔，就是类似在纸张书写的那种摩擦感。外形上它比 Apple Pencil 更为洁白，但是长度的话其实差不多。不过重量的话 A1 比较轻。A1 一样具有磁吸的功能，而且它吸力还蛮足的，只是说它还是一样不能充电。你充电的话还是需要使用 Type-C 来充电，充电4分钟就可以使用60分钟。那它开机方式跟以往触控笔不太一样，它是按这个笔头。那接下来用瑞纳色的 A1 触控笔以及 Apple Pencil 来看两者的差别。A1 是具有弹性的书写笔芯，比起 Apple Pencil 在萤幕上使用不会很大的敲击的噪音。因为它主打不用贴类子膜就有很棒的书写手感了，所以把类子膜拆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两者写起来的差别。很明显 A1 的触控笔笔芯在光滑萤幕上也是非常的好书写，因为它是日本制的书写笔芯，它触感呢比较像是纸张上写，摩擦力比较大，所以你不贴类子膜也是 OK 的。我想一般的塑胶笔头在光滑萤幕上写起来真的太滑了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上课做笔记的时候会吵到同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延迟性跟流畅度，它写起来流畅度其实不会跟 Apple Pencil 差很多，反而因为类质感的笔芯，写字时会比 Apple Pencil 好看。还有 A1 触控笔也有防手掌误触的功能。如果你是使用钢笔或画笔，它是没有压力感应技术，那是苹果的专利，所以目前市面上的笔都没有此功能。另外 A1 触控笔它是主打书写功能，所以它一样没有倾斜的功能哦。不过瑞纳色 A1 触控笔一支才799，又是 MIT， 原厂保护还2年 ，CP 值真的非常的高，非常适合学生打或是常需要书写的人。它书写的手感真的蛮好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我们下次见哦，安妞。